我殺掉了一個人，他自稱穿越者。時間盡頭有只怪獸，正在朝宋朝逼近，人類的未來被吞噬，只能往過去逃。我比較倒霉，往前逃了1000年，就被时間亂流擠出來。本來想逃到白垩紀，結果逃到了1111年，政和元年。西城扩田所建立，宋江起義不遠了。我聽得一頭霧水，不過西城所建立確有其事。我家的地已經被徵收，真可謂苛政猛於虎，賦稅勝於蛇毒。你已經被我感染了，這是名為知識的病毒。於是我殺了他。我殺人的時候手心都是汗。我知道病毒不是好词，和疫病有些相似。最可怕的是，我不应該知道这些。这些莫名其妙的詞彙常使我半夜驚醒。哪怕我已經把他的屍體燒了，跳進河裡洗得乾乾淨淨，仍然沒有用。我懂得的知識越來越多，我更加睡不好覺。某天我心裡升起一個大逆不道的想法，憑什麼我要當農民？王侯將相，寧有種乎？但想了想，又翻身睡了。後來我才意識到，我不該回家的。最先變的是我夫人，她臉上那股憨厚木嫩沒了。然後是我兒子，也不再像從前那樣聽我的話，連鄰居都變得神神叨叨，張口閉口說什麼天文學。我又想起那句話，我的知識是不完整的，甚至存在謬誤，不要妄圖去補全它，否則你們會引來怪獸的隨從。我就是因為太怕才殺了他，可還是發生了。夫人，別去想那些東西，咱們恪守本分，好好過日子。相公，你不該拒絕他，你該接受他，他在幫我們重新認識這個世界。可它是不完整的，不完整的東西，怎麼能信？相公，是你自己不肯睜眼。他把我的手撥開，轉身就走。那天夜裡，我看見群星在閃，那種閃爍，說不清道不明，像是從極遠的地方一點點逼近。明明天上的星還是那些星，我卻覺得他們在動，在朝這邊看。他們要來了，我們快逃！相公，你瘋了。我沒瘋，瘋的是村裡的人。他們不種地了，開始開礦。我真是個貪生怕死之徒。可我告訴自己，我是為了全人類。把村子圍起來，一個也不許跑！有妖術！着火了，快退！是火器，他们居然把火器都弄出來了。你還是這麼頑固不化，只能把你關進教室了。我被綁回了村裡，捆在牆柱上。機械之理，先明受力，再談傳動。槓桿、省力、滑輪、齒輪，皆有其法。他在黑板前講，我腦子裡卻一個字一個字自己長出來。那些本不屬於我的東西，全都往裡鑽。求求你，別講了，放過我！不行，答對我3個問題，你才能出去，不然你想一輩子被關在這兒嗎？你們敢殺官兵，就不怕官府追究嗎？就算你們有火器，人數也有限。等朝廷大軍一來，你們拿什麼擋？陸謙，你為何總覺得武力才是立足之本？他那一笑，讓我後背發涼。沒過多久，我就看見了本縣的主第三，他就是那個剛到任時，逼着全縣百姓給自己立雕像的人。先生，求您再賜我一些知識吧。他跟條狗一樣站在先生身後，
那眼神像惡鬼見了肉。我腦子裡又冒出一個新詞：毒品。你先退下。是，先生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我们可以借此掌握国运。可他的知識不能自己慢慢冒出來嗎？人對知識的好奇是沒有盡頭的。我們只要減少他和源頭的接觸，他得到的知識就會很少。這樣一來，他就會為我們所控。那你就不怕他上報朝廷，集結大軍嗎？你還是不懂，我們留着你，難道是因為同鄉的友誼？那是因為什麼？因為你掌握着最多的知識。知識的傳播是遞減的，取法於上，僅得為中；取法於中，故為其下。虛榮，你才是我們的老師。殺了你，我們到哪裡去拿更多的知識呢？我渾身的汗都涼了。是啊，歸根到底，一切都是因我而起。如果我殺了那個穿越者之後，也把自己一併了結，事情就不會變成這樣。村裡的人不會去追逐知識，世界還是世界，宋朝還是宋朝。可現在，命運的齒輪已經偏了，那頭不可知的怪物會被我提前引到這裡，我們都會死的。比起穿越者，我更怕那頭怪獸，我連它長什麼樣都不知道，只聽過幾句殘缺的話。它是龐大的，扭曲的，總不會比螞蟻還小吧？那可是以時間為食的怪獸。也許我已經死了，死在明年，死在後年。我要從生命終結那一刻開始，一直死到剛出生那一瞬。如果未來的我已經死了，那現在的我算什麼？沒有未來了。那種絕望像鈎子一樣一直掛在我心口。唯一的辦法，或許就是像他一樣，逃離現在，逃到更遠的過去。知識，我需要更多的知識。我想活，所以，我倒向了村子那一邊。很好，虛榮，你終於想明白了。我的配合，讓主師格外高興。從前，他是村裡唯一識字的人，也是所有孩子的先生。如今，他成了我的專屬老師。這道題，你再說一遍。若要提高效率，就得先改良傳動，再解決材料強度。好極了！學的東西越多，我越能舉一反三。那種不斷突破、不斷掌握的感覺，簡直讓人上癮。知識太美妙了，它讓一個人擁有撬動天地的力氣。到後來，連神佛都不再去叫我敬畏。滿分。走吧，我帶你出去看一看我們的工業區。我第一次走。第二天，縣城舉挈，宴請全縣官員，而我和種叔就站在帷幕後面。恭喜恭喜，大人好福氣啊！不過是娶妾，怎麼擺得跟娶正妻似的？縣城夫人往後怕是不好過了。小小薄禮不成敬意，還望大人笑納。以後若有地契上的事，還請諸位大人多多照拂。女人憂心的是名分，男人算計的是土地。我第一次這樣站在角落裡，看着滿堂眾生各懷鬼胎。徐先生，縣城大人請您。一拜天地。我念詞時，余光一直看着縣尉，他坐在一旁，笑呵呵地看着兩位新人。替他偵查的正是教書先生。大人，不知為何，我看着總有些怪異。不可亂說。待到飲酒拋杯，一個酒杯跳起，一個紋絲不動。好兆頭！我抬眼，正好和教書先生對上，他在笑。今天的確是個好兆頭。來，滿上，敬屠六大人。酒過數名，觥籌交錯間，有人開始拍自己的腦袋。
怪了，我怎么头疼的厉害？紫山兄，我好像喝醉了，总有些奇怪的东西在我脑袋里晃。抱朴兄，你没醉，你是在接收知识。县尉先看主簿，又看一旁的典史，典史神色淡然，半点不惊。他这才明白，自己已经落进了一张早就织好的网。他抬眼看见我，看见教书先生，也看见满堂我们的人。诸位莫要驚慌，這只是知識而已。歡迎你們提前抵達新世界。府門一關，我幾乎能看見他們心裡的恐慌在翻湧。徐先生。而當縣城也對我低頭時，那份恐慌瞬間到了頂點。妖人，你對我們施了什麼法？問問你自己。我沒再看他們，轉身就走。徐先生，出事了，知縣逃了。知縣這段時間一直把自己關在房裡，不准任何人靠近。平時都是把3餐放到門口，昨天他又說要誦經禮佛，戒時3日，誰都不許打擾。院裡都是咱們的人，誰能想到他房裡竟然有機關暗道？你們這些邪魔，休想傷害知縣大人！暗道通往何處？通向一條街外的一處私宅。等我們趕過去時，那裡已經人去樓空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失去了對知縣的掌控。目前看是這樣。若讓他先一步接觸州府，這縣裡拿下的再快也沒用。傳令縣城，立刻全城戒嚴。就說婚宴上有人行刺，許進不許出。再調我方精銳騎兵出城追捕，務必把他攔在路上。是。恐怕我們得先去潭州、衡州、永州、邵州的州府走一趟，趕在知縣前面，把各地軍權握住。現在還不是和大軍硬碰硬的時候。衡州那邊相對好辦。借着縣城的路子，我們早就安插了人手。可潭州不同，我們還沒插進去。長沙那些高級官員，不是輕易能見到的。事權從急，只能走偏鋒。那就用文章投石問路。詩詞歌賦在知識庫裡佔比不大，可千古名篇卻足夠唬人。穿越者那兒有個詞叫文超公，知縣不敢走大路，這能替我們爭一點時間。他若去衡陽自然最好。可換個角度，長沙有京湖南路最精銳的兵，位置也最好。不管是求援，還是反過來對付我們，他更有可能去長沙。我去長沙，輕騎簡從，立刻動身。這一次，必須爭分奪秒。把這個帶上。手槍，路上匪患多，千萬小心。好。我試了試準度，把它收進懷裡，隨後帶上大量金銀，獨自出發。我不需要帶人，因為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我的幫手。想到這裡，我連自己都覺得可怕。棗紅馬一路飛馳，起初我死死貼在馬背上，心都快跳出來了。過了許久，我才敢一點點直起身。入夜後，我在一處驛站歇腳，可一對上那匹馬的眼睛，我心裡又生出一陣說不出的寒意。知識的傳染，真的只對人有用嗎？馬兄，你會說話嗎？客官可真有意思，我見過的馬沒有1000也有800，就沒見過會說話的。我看着馬被牽去後院，心裡的猜忌卻一點沒散。我這疑心病好像越來越重了。也許是知道的越多，才越覺得自己渺小。知識太偉大了，它像把刀，把世間萬物一層層剖開。可我擁有的就是全部嗎？不是。宇宙太大，我所有的知識也不過來自一個穿越者。他都不能全知無能，何況是我？我抬頭看着天，星空深得發沉，神秘的讓人喘不過氣。我只能一遍遍告訴自己，活着才是真理，
不能好奇，絕不能去補全它。我低下頭，一遍遍告訴自己，活着才是真理，好奇心必須收起來。我没忘那个临死前的话，不要妄图補全它。可这世上最悲哀的事，莫過於知道了門在何處，卻要逼自己永遠別推開。知識傳得越遠，陷進去的人就越多，而我為了逃離這個時間點，又不得不加快感染，逼着他們提高生產力，去造時光機。說到底，是我親手把這個時代，連同我自己一起推向深淵。為了活命，我把自己放進更危險的地方。這決定瘋得連我自己都想來。可從村子往外擴散的那一刻起，毀滅就已經攔不住了。我能做的只剩搏一線生機。也許我不只能救自己，也許還能多救幾個人。所以，更多的感染，更多的知識，更高的生產力，然後逃。再來一碗！百豐驛站在通往潭州的官道上，人不算少。我還沒進門，裡面的划拳聲、笑罵聲就先湧了出來。大多都是成群結隊的客商，像我這樣獨自來的幾乎沒有。我一進門，就有幾道視線落在我背後的灰包袱上。幾個粗漢，刀劍都擺在手先，還有個尖嘴鼠眼的瘦男人，眼珠子轉得發亮。客官，您要些什麼？看着安排。好嘞，您稍等。我剛坐穩，一個風裡的女人就坐到了我對面。客官，這是第一次出遠門。你是？我是這家驛館的老闆，姓夏。有何指教？指教談不上，就是提醒客官一句：出門不帶刀劍，可不大安全。何況客官這包袱沉沉的，再往前走，怕是有些困難。包袱裡裝的都是打點用的金銀，被人盯上本就在意料之中。夏老闆，應該不只是提醒我吧？客官瞧見左邊靠裡的4桌沒有？瞧見了。那4桌是去潭州的商隊，護衛都是狠角色。你給我3兩銀子做介紹費，我幫你說和，他們能保你平安到潭州。姑娘好意，我心領了。只是我有急事，等不得商隊慢行。那也行，驛站裡還有幾把快刀，1兩銀子一把，客官要不要？刀不會使，劍也不會。那客官可得小心了，在驛站裡自然無事，出了門可就未必了。他這話是提醒，也是試探，更像是在替某些人先打招呼。用過飯後，夜已深了，我只打算睡3、4個時辰，天一亮就走。必須趕在知縣前頭到長沙，給自己搶一個和平發展的空檔。可剛吹滅燈，我就知道窗外有人。我沒出聲，只是把槍上了膛，枕着包袱，半睜半半閉地熬到天亮。一絲亮光透進來時，我立刻睜了眼。種田的人，起早是刻在骨子裡的。正是這些習慣，讓我知道，我還是我，不是知識捏出來的另一個影子。我背上包袱，拿起槍，推門出去。那些像老鼠一樣窸窸窣窣的動靜已經開始了，他們要動手了。可比起那些大匪徒，我更在意後院那匹馬。我一進馬棚，棗紅馬就主動朝我貼過來，他眼裡像是多了幾分靈性。你想死，還是想活？如果他也能被知識感染，那他極有可能認得槍。只要他露出一絲驚慌，我就立刻開槍。可他沒有，他只是安靜地看着我。蹦！我故意出聲嚇他，他還是毫無動靜。看樣子，他仍只是匹普通的馬。知識到底能不能傳給動物，還是未知。
也许真是我多心了。我翻身上马，离开驿站。没走多久，身後就轉上了幾個人。他們不急着撲上來，倒像是在放羊，一點點把我往前趕。前頭一定有埋伏。讓他再跑一會兒。跑出約莫2里地，前面果然出現木頭閘口。幾個糙漢提着刀守在路中間，左右兩邊全是泥濘田地，前有攔路，後有追兵，換了旁人只能等死。幾位好漢，行個方便。哈哈哈！10兩银子還不夠我山上兄弟一日吃喝。把你的行囊包裹留下，我许你下馬離開。看你這模樣，也不像富貴人家。這些金銀8成是偷來的。速速留下，往北逃命去吧！ 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先殺一個。我從懷裡摸上裝了消音器的手槍，抬手，瞄準。子彈穿透了領頭人的頭，緊接着是第2個。有暗器，命尖子上，為昌宇報仇。他們還以為自己靠得近些就能贏。我一槍接一槍，沒有半點停頓。不過幾分鐘，這群仗着刀劍橫行的匪土就全倒在了手槍底下。我看着最遠處那具屍體，其實我希望他能跑掉，可惜他沒有。身後追來的那夥人親眼看見我擊斃最後一個，他們站在遠處，臉色慘白，連馬都快勒不完了。能掉頭就逃，快走！像一群丟了魂的人，我也沒追，這不是替天行道的俠義遊戲。和他們一樣，我也在逃。可天地作龍，時間為牢，又有幾個人逃得掉呢？到了長沙的第3天，我聽見一件怪事：一個商人帶着大量珍珠，在市集上無故暴斃，官府以偷稅漏賬為名，把珍珠全收了。可還是有一些被圍觀的人順手撿走了。聽說那珍珠能留影，在鬼市已經被炒成了天價。別人覺得神奇，我卻只想到一個詞：攝像機。可它偏偏只是一顆珍珠，而凡是太奇怪的東西，往往都意味着危險。我費了些力氣，總算約到知州身邊一位幕僚。文先生，請坐。把他迎進雅間後，我暗地裡讓小二慢慢上菜。文先生，這是我近日寫的幾首詩詞，還請雅正。文章這種東西是有重量的，沒東西壓着，可是會到處飛的。有，當然有。我把包袱掀開一角，金光一閃，他眼神當場就變了。這些錢只是讓他看見，我要的是感染他。好，好，好！以兄台的才華，必定名噪一方。我回去之後，一定向知州大人舉薦你，讓你得償所願。那就多謝文先生了。今日我訂的都是文香樓最好的酒菜，保準讓文先生滿意。哎呀，這太破費了。無妨。小二，催催後廚。好嘞。這場酒局得慢慢喝，慢慢聊。至於結賬的錢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等他被感染之後，他的錢自然也是我的錢。隨着我開發的知識越來越多，我對4級感染者的控制也越來越明顯。這也是為什麼當我交出足夠的成績後，教書先生就放我出了教室。
他們放我出來，不只是因為我配合，再學下去，我會超过他們。他们既盼着我超过他们，好从我這兒拿到更多知識，又怕我超過他們，變成唯一的統治者。可在這種矛盾裡，知識癮永遠佔上風。只有一件事，我始終沒想明白，為什麼我沒有知識癮。來，滿上！酒一杯接一杯下去，酒兒漸漸喝得迷糊了。徐兄弟，可知南市那樁珍珠案？聽說了，最近傳得很厲害，說鬼市上一顆都值100兩。100兩？現在是千金難求。不過是留影而已，怎麼會貴到這地步？王公貴族拿來取樂，大家閨秀拿來留影。可最要緊的是諜報暗探，只要輕輕一捏，整座文香樓上到6層，下到1層，事無巨細，全記得清清楚楚。這哪是留影，簡直像透視。這東西果然有古怪。如今知州大人正為這事兒頭疼，下令全城清查，一顆都不能漏。可這玩意兒又沒數，商人賣出去多少，誰知道？旁人撿走多少，更難找。那知州大人打算怎麼辦？表個態罷了。府庫裡的珍珠數目都未定，滿朝文武，誰不想要？文先生，你喝醉了。我沒醉，我只是想問你，你想買嗎？文先生有貨源，他表面醉得東倒西歪，腦子卻清楚得很。說1000道1萬，他還是衝着我兜裡的錢來的。財帛動人心，可惜他拿不到。徐兄弟，有些話不必說得太明，只要你要，3天之內我給你搞1顆來。要價多少？800兩文銀。被抓到不會掉腦袋吧？不會，沒那麼嚴重。長沙的珍珠這麼多，誰知道你手裡那顆是哪顆？看他這副模樣，我倒覺得長沙上下未必真的清白，說不定這些官員早就沆瀣一氣，明着嚴查，暗裡抬價，上頭有交代，底下有油水。文先生，我還是覺得不妥。是價格不妥？那倒不是，只是這珍珠太奇詭，恐怕不是什麼好物。徐兄弟還是膽子小了，等我帶你親眼見一見，你就知道了，一點都不可怕。真好，無知者無畏。可他很快就會知道，知識帶來的從不是單純的開眼，還有所求，還有恐懼。一夜很快過去，天亮時，他終於從床榻上醒了。他晃了晃腦袋，抬頭看我，震驚、疑惑、迷茫。這個世界不是這樣！不，我以前知道的不可能是錯的。星空、宇宙、天地為什麼會是這樣的構成？他捂着腦袋，眼裡滿是血絲。知識湧進去的時候，人會先碎一次。有時候我也會想，徐榮是不是早就被知識殺死？現在站着的不過是踩着他屍體長出來的另一個人。他跌跌撞撞跑了出去，做了2個最簡單的實驗。對的，都是對的。怎麼會？文先生，你從我身上看到了什麼？我不知道，可他在呼喚我，像千百隻螞蟻在我身上爬。我的腦袋告訴我，你有我需要的東西。教書先生從我這裡繼承的，若有9成，那文懷瑾頂多7成，夠用了。徐兄弟，
求你告訴我，這個世界為什麼會是這樣？想知道更多，想明白更多，那就把我引薦給知州。好，我答應，我全都答應。你方才想不通的那處，不是天在轉，是你以前看錯了天地。記住我這句話，回去自己驗。是，我記住了。下一步已经很清楚了，可那批珍珠始終讓我心裡發毛。還有一件事，不要再靠近珍珠。为何？对神秘的東西必須有敬畏。也許足夠多的知識真能解析一切，可探索知識本身就是通往滅亡的路。當天晚上，文懷瑾就來找我了。徐兄，知州已經答應見你，他看了你的詞集，連道3聲好，說一定要見見你。知道了。他跟在我身後，眼神亮得6害，像條剛嘗到骨頭味的狗。待會兒我給你講半個時辰的課。多謝徐兄，我一定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我不需要你表忠心，你只要明白，我們會掌控一切。珍珠那邊有沒有什麼特殊情況？我沒再碰那邊的事，聽說利益已經分配完了，這批珍珠不日就要運往汴梁，由官家和幾位宰相親自安排。運出去也好，珍珠留在這裡，始終是個不穩定因素。可第二天，我去拜見知州時，偏偏出了2件意料之外的事。第一件，知縣李文友。我進知州府院時，他剛好從裡面出來。他不認得我，我卻認得他。他竟先我一步見了知州。他們說了什麼？支招信了多少？大軍會不會已經往衡州去了？徐榮啊，這詞中精妙，我們改日再論。事情到了眼前，我不得不先去處理。自然是審案更要緊，大人請便。我在他面前待了不到1炷香，就被送了出来。這點時間根本不夠感染他，再加上李文友已經先我一步接觸知州，這次行動上頭像是蒙了一層陰影。也許仗已經快打起來了。第二件是珍珠案。还我家珍珠！凭据在此，憑什麼扣押？那個暴斃商人的兒子突然帶着交稅憑證出現了，他當眾證明那批珍珠是合理納稅，不該由官府扣押。他帶人堵在官府門前，鬧得不可開交。珍珠案我不宜摻和太深，我一路回了租住的院子，腦子裡反復想着剛才和知州見面的每個細節。走到門前，我發現旁邊的小院換了把新鎖，這通常意味着那邊有新主人或者新租客。我關上門，等到黃昏，文懷瑾如約而至。去探探知州的態度，再查一查軍隊有沒有動靜，還有知縣李文友如今的行蹤。是，徐兄。我本不想再碰那批珍珠，可猶豫再三，還是忍不住開了口。珍珠案如何了？商人之子羅家樹帶來的憑證屬實，那些珍珠都是合理納稅。他既是繼承人，自然擁有那批珍珠的所有權。然後呢？知州把珍珠還給他了？沒有，知州已派人去查羅萬成收購珍珠的地方。他說，等核查清楚了，再歸還。若真要還，第一種法子是採買一批普通珍珠，以次充好，還給羅家祥。第二種是按原價收購。總之，因為民生鬧得太大，原本要運走的珍珠暫時押後了。真是麻煩，本該運出長沙的珍珠，偏偏被這事拖住了。行了，你回去吧，別忘了我剛才交代你的事。
您放心，我一定尽全力去查。这些都拿去，全做打点之用，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把消息探出来。是，徐兄放心。我把带来的金银都丢给了他，可看着他走远，我心里还是没有半点轻松，像有一团很沉很浓的阴影正悬在我头頂，偏偏我又拿他毫无办法。谁？兄台好。声音很年轻，听着还带笑。有事？我自永州过来，在长沙无亲无故，今日买了好酒好菜，却无人对饮，實在遺憾。方才聽見兄台似在嘆氣，所以特來請你去我那邊喝2杯。也許是心裡壓得太久了，我竟沒多想，就答應了。請。我們坐在涼亭裡，一杯接一杯，喝到後來，我自己都不記得喝了多少。這些日子，我心裡的壓力太重了，偏偏無人可以訴說。哎，兄台何故抽泣？我忽然想起從前的日子，老婆、孩子、熱炕頭。殺了穿越者之後，我之所以一直撐着，不過是怕他們孤兒寡母在這世道不好過。可等我回了家，他們卻都變了。到最後，我竟只能為自己活着。賭月思人，傷感罷了。唉，我父親月前在市集暴斃，我也苦悶得很。他這句話一出口，我渾身的醉意頓時散了大半，身體先一步發冷了。還未請教兄弟姓名。在下羅家樹。羅家樹，這3個字像一道雷直接劈在我腦子裡。自從聽說珍珠一事，我一直刻意繞着他走。先是文懷瑾主動提起賣珍珠，如今商人的兒子竟又住到了我隔壁，偏偏我還答應了他的要求。眼下話頭也正一點點往珍珠案上引，這一連串巧合實在太巧了，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正抓着我，一步一步往深處推。文懷瑾、知州，他們會不會都是因為碰了珍珠才被送到我面前來的？那不是人安排的，那是某種我不該理解的東西。兄台認識我？南市的珍珠案，我略有耳聞。世人都以為那珍珠是好物，卻不知道裡面藏着什麼。既然避不開，那就聽。我父親的死並非意外，果然還是說到了這裡。這事要從一個偏遠的村子講起。那村子裡的人信一個不知名的神。我父親從漁民口中聽說那地方盛產珍珠，便特地去了。他說那村裡供着一尊石像，像個漩渦，安放在整個村子最低的地方。每到日出雞鳴，所有村民都會朝那石像跪拜，從高往低，一層層跪下去，像是恨不得把腦袋埋進深淵裡。漩渦，又是漩渦，這東西絕不會只是巧合。因為父親說這些的時候，臉上全是害怕，所以他後面那段話我記得特別清楚。那些從山坡上往下跪的人，不像是在拜神，更像是在朝拜一個從地獄爬出來的惡鬼。他們嘴裡念着晦澀難懂的禱文，發出嗚嗚的低鳴。那一刻，好像有風從漩渦裡吹出來，我聽得後背一陣發緊。那風比海上還潮，站在高處都叫人喘不過氣。這故事裡的東西，已經不是知識能輕易解釋的了。更驚悚的是，這一幕我見過。你也去過那個村子？不，我看到的不是村民，是我父親。青島，天空與大地終將置換，尋道者將流向星空，
為渦流之主找到亘古埋藏的秘密。他說完便停下了，我什麼也沒說，只在沉默裡和他碰了一杯。可听到这里，我的心口已經開始一下一下發緊，不能再聽了。這場對話必須到此為止。羅兄，我不勝酒力，先行離開。我送你，不必，改日再聊。也好。我離開院子時，身後忽然傳來窸窸窣窣的細響，那些拗口急曲的詞，像是長了腿，在地上一路爬着追我。我沒有回頭，因為我知道，一旦回頭，我會看到什麼。第二天一早，金蓮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，主動和我打了招呼。兄台，起得倒早。他神色如常，竟半點不像被知識感染過，有什麼東西在護着他。我衝他笑了笑，轉頭便走。我立刻修書一封，托人送往衡州，心裡只提一件事：知縣已到長沙，讓教書先生他們做好最壞的準備。至於那封信什麼時候能送到，我心裡也沒底。把這些安排完後，我開始猶豫，是繼續留在長沙再試一次，還是立刻抽身轉去別處。10天後，知州又讓主題上來找我。徐兄，因為在羅家樹說的地方沒找到珍珠產出的條件，所以知州大人命他再拿出新的證據。所以珍珠還要繼續滯留長沙。目前看是這樣。所幸知州身邊如今已經有不少我們的人，知識之災還在一點點擴散。只是這些人對知州這種心事極穩的人影響仍舊有限。知州已定下與您會面的地方，就在岳麓書院。岳麓書院，長沙最有名的學府，在那種地方見面，聽起來再尋常不過。可走到半路時，我心裡卻越來越不踏實，因為李文友這個人始終是個變數。朱傻豬皮查了這麼久，居然連他的落腳處都沒摸到。那人從知州府裡出來以後，就像蒸發了一樣。知州最近可有什麼異常舉動？除了忙珍珠的事兒，別的倒沒有。想來想去，我還是把槍揣在了身上。到了岳麓書院，自有人把我引了過去。我一眼便看見知州和幾張陌生面孔正圍着一幅畫議論。那畫上全是凌亂倉促的線條，雜亂的近乎失控。可若仔細看，分明還是一個漩渦。諸位，可曾見過這個圖案？看着像是隨手亂畫的，似乎沒什麼含義。未必，長沙近日接連出了樁凶案，案發現場都有這個圖案，或者與它相似的東西。死者的臉全都驚恐到了極點，像是活活嚇死的。若說密教，我倒想起一件事。數年前我翻閱舊籍時，見過一個崇拜漩渦的宗門。不過那宗門，唐太宗時便已被尽數剿滅。也可能有余孽逃了出去，把傳承留下了。并非没有這種可能，只是典籍記得極少，連半月都不到。只說他們信奉着一位看不見相貌的邪神，那位邪神隱在漩渦之後。教徒們相信，總有一日天地會倒轉，河水會把被稱作尋道者的神徒送入星辰，去尋找一個答案。什麼答案？典籍裡沒寫，
尋道者這個詞，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聽見了。虛榮，你先等等。好，這是我少有能接近知州的機會。就算那幅漩渦圖擺在眼前，我也不能現在轉身就走。還有別的線索嗎？圖案本身我倒沒見過，不過我在蜀地遇過一種更邪門的傳承。家裡長輩死後，會讓能生育的婦人把死者的心臟生吞下去，再去受孕。他們信人能在腹中完成輪回，而他們的宋詞裡也有尋道者这個詞。怎麼念的？大意是照見一切的尋道者，在宏大和微小裡，在白日與迷夢中，請您接納腐朽的殘軀，使生者新生。微不足道的僕人在此永世獻祭。照見一切。若尋道者真與珍珠有關，那些會留影的珠子，若沒有別的線索，今日就到這裡。長陵，你繼續查案，你跟我來一下。池大人，這次找我還是論詞嗎？不論詞了。我記得你說過，你是從衡州來的。沒錯。那你可見過永深縣的亂黨？來了，他果然不是隨口叫我來論詞的。禀大人，我沒有去過永深縣。有人說永營縣興起了一個亂黨，極為猖獗，不費一兵一卒，只用了1個半月，就把永營縣變成了亂黨的大本營，連縣裡的官員都對他們死心塌地。果真有如此恐怖的亂黨嗎？在下未曾聽聞，不敢妄自揣測，但想來應該沒有這種事。果真沒有嗎？他這句話已經不是試探了。他身旁那個貼身護衛正像盯犯人一樣盯着我。今天這場見面，果然是鴻門宴。你很厲害，各方面都是。你的詞寫得太好了，像你這樣的人才，我不敢放心。今日與你見面，本就是試你。你應對得很妙，真假參半。可你這樣的學識，不該籍籍無名。我派人去過衡州，根本沒有葉萬源這個人。假身份果然被他查穿了。一查再查，文懷瑾成了突破口。他太異常了。你來長沙不過數日，就把我的幕僚變成了你的心腹，真是好本事。他暗中打聽知縣李文友，可李文友不過剛來1日，連我與他都是初見。一個幕僚為何要去打聽他？文懷瑾還是露了馬腳，他手裡有珍珠，能留影探情報。我防了這麼久，還是沒防住。衡州，李文友，永城縣。起初我對李文友的話還半信半疑，可等我察覺身邊越來越多的人不對勁，我就明白了，他說的都是真的。你難道真以為我會被珍珠案絆住手腳，抽不出身？完了，大軍已經從衡陽藩發往永城縣，你所依照的那些下屬也已經被我秘密羈押。預感還是成了現實。他既敢把話說到這一步，就必然布好了網。這長廊內外皆有弓箭手，如妨你已成瓮中之鱉，籠中之雀，束手就擒，即刻伏法。哼，知州大人，你對我們的了解還是不夠深。既然撕破臉，那就不必再裝了，先死一個給你看看。不要以為弓箭會比子彈更快，誰敢亂動，我先打死他。你往外走，我們進屋談。槍口抵上他後腦的一刻，整個朝廊都靜了。你手中果然也有奇物。是你太自信了，知州大人。戰爭是會死人的，打仗對誰都不好。抵達長沙第4天，我就收到了教書先生的來信。永城縣局勢已定，我們正向周邊縣城輻射。
已派核心成員數名，偽裝成商隊，攜帶槍支彈藥前往助你。第7天，商队便到了。我们没见面，却已完成了消息交换。今天是我到长沙的第15天，他以为困住了我，可他不知道，知识这种东西，一旦扩開，就再也關不住了。你真知道有多少人被我感染了嗎？虛張聲勢！1對1的時候，當然好攔，可一旦成了數目，1傳10，10傳100，100傳1000，1000傳萬，你抓得完嗎？甚至那些獄卒、囚犯也會繼續被感染。若我是你的敵人，最好的辦法就是先殺高感染者，剩下那些低級感染者，傳染力弱，才有機會被壓住。可就算如此，這個群體本身也已經擁有超出這個時代的生產力，形成統治。不過早晚的事，若沒有那頭怪獸，這本會是最美好的一切。敖龍，有刺客，快來人！不好了，各衙門都出事了！這一天，槍聲捲過了長沙所有重要的行政機構。知州很快也會明白，知識到底會把人變成什麼。把那批珍珠立刻運走。不，那不是珍珠，那是尋道者。我不想招惹那個可能被叫做玄樓之主或者漩渦之主的東西。至於運送途中會出什麼怪事，就不歸我管了。我其實一直怕羅家樹還會再來找我，可等我推開他的門，我才知道，我想多了。我翻開內廷桌案，裡面竟塞着一大摞關於珍珠的調查手稿。若按那漩渦教的說法，心臟象徵轉生，那是不是意味着有什麼東西要他徹底死掉，連轉生的資格都不給？他查到了什麼，冒犯了什麼，我都不想知道。隨着這一把火，手稿、痕跡、線索全都化成了灰。羅家樹死了，尋道者還在，可只有我知道，他們永遠等不到天地道世的那一天，因為在那之前，不可知的怪獸就會先把萬物全部吞盡。半個月後，村長和教書先生才趕到長沙。你在長沙耽擱得太久了，我們的軍功已經到了新的階段。若不是珍珠案橫插一腳，我原本的打算本該更順。這次流血並不算真正的勝。一旦消息傳到汴梁，我們就只剩一條路了。而在1111年冬，我已經被確認為第1屆代理主事。以眾日定，推陸晨為代理主事，總領大局。拜見主事。那一刻，我竟有種踩在雲上的不真實。一個種地的農夫，轉眼成了握拳的人。王二虎，在。右路軍交給你統管，一路向北，沿途建工廠、鋪補解線、勘礦。是。我只有一個要求，全力製造時光機。虛榮，你為什麼一定要回到過去？眼前這個曾經寒酸的只剩一身書卷氣的人，如今也成了一方人物。這一切快得像夢，因為我想逃。逃得掉嗎？你比我們更清楚它的可怕，你也比我們擁有更多的知識。你能理解時間是怎麼構成的嗎？你能理解一個生物是如何吞噬時間的嗎？還是說，你能理解我們這些人被知識癮操控的悲哀？你們不懂我怕的是什麼，我不懂你們被知識癮支配的悲哀，可你們也不懂我對那頭不可知怪獸的恐懼。那不是死亡，
那是超脱死亡、不可言喻、浸透骨髓的寒意。1112年春，一切都彻底失控了。急报！京湖南路失守，京湖北路告急！贼军正自淮南西路、京西南路两线北上，直逼汴梁。怎么会这麼快？他們的人數還在漲，所到之處竟似一呼百應。宋軍像一層一捅就破的薄紙，被一路吞得乾乾淨淨。朝堂上的那些人，終於也知道怕了。官家有旨，招撫賊眾，許以寬恩，令其速速歸降。招安那種東西，跟廢紙也沒什麼兩樣樣。到後來，宋徽宗甚至開始向遼國求援。自澶淵之盟後，歲幣歲捐養出來的那頭狼，早就沒了當年的野性。可宋朝內部的崩裂，還是讓他生出了興趣。至於北邊那一群後來會留下靖康之楚的女真人，他們也沒有機會了。1112年5月，遼國還在隔岸看線。若松平想借兵，就得再讓地，再加歲幣。抬票，他們還在談條件，可我們已經像閃電一樣撲入過去。遼軍潰了，他們怎麼會兩線齊進？不止兩線，他們還能多線同時開戰。我們有人力，有物力，限制我們的只剩行軍速度。至於破城，和採爛一層朽木也沒區別。那些本可以把文明往前推幾千年的礦石、鋼鐵、構件，全被我用來造時光機。除此之外，什麼都不重要。南邊又出了怪事。有人說，看見了不該存在的東西。有些地方，因為探索那些知識，招來了怪異之物。恐慌早就開始蔓延了。那些莫名的、怪異的東西，隨着知識的深入，被一點點引到了這片土地上。倒是西安，因為高感染者太多，情況反而輕一些。末日將近時，時光機終於組裝到了最後一步。也就是那時候，我突然發現一件事，我記不清穿越者長什麼樣了。他是高是矮，是胖是瘦，我竟一點都想不起來。這是不是意味着他的存在已經被徹底抹掉了？然後，一個更可怕的問題冒了出來：如果那頭怪獸吞掉了未來那條能制造出時光機的時間線，那穿越者就根本沒有條件穿越。既然他不能穿越，那我當初殺的到底是誰？我殺了誰？我看着已經建成的時光機，第一次真正覺得冷。我想活下去，這真的是我自己的意志嗎？我要逃往過去，真的是我自己做的決定嗎？還是說，從穿越者出現的那一刻起，歷史就已經替我選好了路？為了形成閉環，歷史早把一切安排好了。11112年的此刻被吞噬，我就會在1111年造出時光機。等1111年的我再被吞噬，這整段歷史就會一起消失。從穿越者站到我面前那一刻起，我的死就已經注定了。
我還給那個穿越者立過一個墳斗。現在想來，那簡直是個薛定諤的墳包。若裡面真能挖出我的血肉，我的痕迹，那我抹去我自己的事实，就会彻底变成现實。可也許還有別的可能。只要我不穿越，就會有別人變成穿越者。或者我先穿回去，殺了那個還沒被感染的自己。世間有無數種可能，可我一種都理解不了。我不懂，我根本不懂时间。伟大的不可知之兽，与我徹底的毀滅吧！再往后，我的腦子裡只剩一團混亂。IONDEX X15623768744年，我已經不知道那是哪一年了。也許是未來，也許根本就沒有未來。我的知識癮犯了。原來不是我沒有知識癮，只是它來的比所有人都晚。又或者，我從一開始就病得最重，只是直到現在才發作。給我知識，再多一點，快！我追了一輩子的知識，最後也追上了我。我殺了穿越者，我傳播了知識，我製造了時光機，我也終於變成了和他們一樣的人。不，也許從來不是一樣，也許我才是源頭，也許那個穿越者就是我。